哎呀，真的。哦，华丽，是啊是啊，到底是将军府，怎么还没出来？夫君，夫君不要！今日是你我大婚之日，你不能！滚开！这怎么回事？夫君的白月光要成婚，为了让他后悔，他在我们大婚之日，抛下偌大的将军府和我，自请去边关驻守。请务必将这封信交到我夫君手里。是。连续2天，我写了99封家书，都没有得到任何回信。到了第3天，我不写了，可这时候他却回来了。好啊，沈云柔，成婚3年，你从未来边疆找过我，你怀的是谁的野种？萧君泽，你不对你的夫人好，总该有人对我好吧？贱人！我不过是离京3年，你就这般按耐不住寂寞是不是？还搞大了肚子！君泽，你别动月柔，她怀的是沈月柔，我在问你话。萧君泽，你离家3年，就留下一个入不敷出的将军府给我，从此以后杳无音讯。根据我朝律法，男子无故离家1年便可合理。你我已不再是夫妻，你凭什么管我？好，你这个贱人，还敢狡辩！儿啊，你听娘句劝，赶紧放了月柔，娘都是为你好。她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是动不得。月柔，你背夫怀孕，还蛊惑主母，害我娘一把年纪还为你开脱。今日我就按萧家家法处置你。放开我！怎么会这样？月柔肚里的孩子若没了，我萧家满门抄斩，你不够交代的呀！宋娉婷，你不是3年前就失踪了吗？如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好啊，原来你说你去边疆镇守，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幌子。你真正想的是和这个女人做边疆夫妻。是又如何？事到如今，你这个荡妇还有脸质问我吗？沈月柔，真没想到你竟是如此放荡之人。那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必做些什么了。萧哥哥，像这样不守妇道的贱人，就应该好好惩罚。各位父老乡亲，这是我夫人沈月柔。我去边关征战3年，她却在家中怀了他人野种。我就说，将军从未回过府，夫人是怎么有孕的？可夫人怀孕后，老夫人对她可是照顾有加。沈月柔，我念你守家3年，只要你自降为妾，将正室夫人的位置让给娉婷，我就在将军府给你留一席之地。萧君子，当初是你说的，等你回来会借军功替我母亲讨回公道，我这才甘愿顶着整个京城的戏弄，用嫁妆撑起将军府。可是当我母亲被沈家那个毒妇折磨致死的时候，你又在哪里？你回来了吗？那是你娘命不好，撑不到本将军回来，这也能怪本将军。好，我不怪你。那现在呢？你故意把我拽到京都百姓面前，毁我名誉，逼我让位，难道这也不该被怪罪吗？那是你不守妇道，怀了别人孽种。就是，你怀了别人的孽种还这么嚣张，我还真不知道你这脸皮是什么做的，怎么就这么了？月柔肚子的孩子是谁的，我比谁都清楚，他不是孽种。娘，这贱人这3年从未找过我，怎么可能会有我的孩子？这孩子名正言顺，你再多嘴一句，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儿子。娘，你说什么？这贱人怀了别人的野种，
你还替他说话，不认我这个儿子？住口！你敢再说一句野种，小家可就全完了。娘，那你告诉我，这野种的城府到底是谁？我就不信我萧君泽收拾不了他。萧君泽，你身为人子，3年音讯全无，作为母亲怎能不担心？婆母的身体之所以这么憔悴，到底是因为谁？萧君泽，你心里难道没数吗？玉柔，儿啊，你连娘的话也不听了吗？快请太医，不然全完了。伯母，我看您啊，还是被蒙蔽的太深了。这太医可都是侍奉宫里的贵妃，可轮不到这个荡妇。沈月柔，你怀着个野种，你金贵什么呀？萧君泽，我告诉你，今日我的孩子若是有半点意外，信不信你们萧家满门尽斩？沈月柔，你真是不知所谓，你根本不知道我萧君泽此次立了多大的军功。圣上已下旨，召我入宫觐见，势必奉为国公。萧哥哥，这个是真的吗？没错，此事乃我离京之前，圣上亲口许诺，板上钉钉。届时我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沈月柔，现在你明白了，不管你腹中的孽种是谁的，我萧君泽想杀就杀。万人之上，想杀就杀。萧君泽，你真的认为你的军功很了不起吗？今日你若是动了我的孩子，我必让你的军功烟消云散。萧君泽必将家法处置，别怪我不留情面，是你自己百般不愿打掉这个野种，那我就亲自动手。你要干什么？自然是处以鞭刑。沈月柔，你不守妇道，毒害婆母，今日我便当着京城百姓的面打满你100下，以儆效尤。好，打得好，就该打死这个荡妇。怀了别人的野种，还蛊惑婆婆，像她这种女人，也就是碰上萧将军大度，不然该进猪笼。进猪笼，进猪笼，进猪笼，进猪笼。将军，夫人如今千金之体，您动不了她，收手吧。好，好，好，还是第一次有人藐视我萧君泽的军威。说吧，你是何人？我教训我夫人，与你何干？将军要想知道真相，不妨换个地方。我倒看看是什么人，敢觊觎本将军的女人，敢不敢堂堂正正站出来？萧将军，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？皇上驾到！尔等怎敢！臣萧君泽参见陛下，不知陛下亲临，臣惶恐。参见皇上，吾皇万岁！吾皇万岁！陛下为何不让我平身？难道是我进京以后迟迟没有进宫面圣？陛下，臣未能第一时间入宫述职，是臣之罪过。但无奈家中发生要事，臣不得不归家处理。萧将军，将军夫人呢？没想到这么快，皇上也知道将军府家宅不宁的事了。果然，沈月柔这个荡妇就是想害死将军府。不想此事竟还污了陛下圣听，但请陛下放心，臣已将荡妇处置，绝对不会让将军府和陛下蒙羞。萧哥哥，你这番话说的可太漂亮了。那当然，我行事雷厉风行，为了陛下消除所有的非议。此番陛下怎能不龙颜大悦奖赏于我呢？萧君泽，你说谁是荡妇？还能有谁？自然是沈月柔那个荡妇。陛下可有其他吩咐？陛下放心，臣绝对不会偏私。那荡妇
任由陛下处置。别说了，你这大佛，快别说了，陛下真会杀人。够了！陛下，实在是将军夫人不知羞耻，这才让萧哥哥坏了规矩。若皇上您要怪罪，也算上臣女吧。啊，娉婷，这怎么行呢？萧哥哥，既然你要娶我，我们便是夫妻，那我们夫妻之间荣辱与共是应该的。陛下，陈家中除了沈月柔这个荡妇，实在不配做将军府的主母。臣与娉婷两情相悦，请皇上赐婚。完了，看陛下这副模样，怕真是怒到了极点。萧将军，现如今陛下只想知道将军夫人的下落呀。回禀陛下，那荡妇在此。啊，这月柔，皇上，快救救我们的孩子！都愣着干什么？送上太医，给皇后和太子医治。皇后，谁是皇后？皇后，谁是皇后？沈月柔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温太医，沈皇后怎么样了？陛下勿急，老臣马上号脉。如何？回陛下，皇后娘娘还有救，只不过她伤势太重，得亏皇后娘娘这几个月进补得好，否则她撑不到您来了。什么？你孩子呢？陛下，小太子恐怕没了。陛下节哀，陛下节哀。原做的好事。陛下节哀，保重龙体。陛下保重。是太子，是月柔，他没有乱说。娘娘送回宫中医治，不然性命不保啊！回宫，陛下。萧君泽，6期的皇后没事，和你一家满，够朕杀的。皇上怎么会和沈月柔搞在一起啊？沈月柔这个贱人，都怪你没把话说清楚。皇上，这一切都不关我的事，都是那个沈月柔，她迟迟不肯说出实情，不然我们怎么可能这么对杀她？害皇后的人都给我拖下去！皇后发落。陛下，臣好歹为江山立下汗马功劳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不错，陛下，当初可是您亲口答应萧哥哥，一定封他为国公的。如今有功不赏，还要让功臣入狱，必将影响国之根本。你们谋害了陛下唯一的子嗣，何尝不是动摇国本？来人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凭什么？我不甘心！我明明马上就可以嫁进将军府，享受荣华富贵了，你凭什么抓我？拖下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启禀陛下，皇后娘娘伤势十分严重，恐怕半年都下不了床。混账！
朕派去保护的人是干什么吃的？陛下，罪臣萧君泽和宋娉婷在地牢吵架致您，他们说他们是冤枉的。冤枉？皇后的伤难道不是他们做的？朕的太子难道不是他们杀的？来人！陛下，这便是今日萧君泽进城之后发生所有的事。萧君子，娉婷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萧君子，娉婷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好大的胆子！皇后都说了，肚子里的孩子他们惹不起。这两人倒好，他们居然还敢嚣张凌辱皇后，以致太子夭折。事后居然还敢说自己无辜。陛下，保重龙体呀，莫要被奸人气坏了龙体呀。你刚才说他们在牢中喊冤，竟然他们还有力气吵，那就先赏他们鞭刑，让他们尝一尝后受过。遵旨。娘娘，您醒了，奴婢这就去告诉皇上。月柔，身子可好些了？皇上，月柔，皇上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月柔，此次是朕没有保护好你，凡是伤害过你和孩子的人，朕一个都不会放过。萧君子，明明从一开始我嫁进你们将军府就是场骗局，如今我好不容易另寻出路，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为什么你就是不肯放过我？月柔，说吧，别把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，有什么都和朕说。皇上，萧君泽和宋娉婷为了刁难我，不惜将萧老夫人关押。原本我想保住太子的性命，更不想在大庭广众下说开，可是他们居然当众侮辱皇嗣，说是野种。朕知道你的委屈，朕都知道。朕怕许久才看到这个王子，他一眼定的就是个王子，是可以继承江山社稷的太子。萧子，这歹人该问死。月柔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为你和孩子讨回公道。如今这些人已被关押在牢中，怎么处置都随陛下，请准许臣妾再见萧君泽一。有些事情我还是想当面问清楚。可是你的身子，陛下，臣妾求你了，可好？若是此事不问清楚，臣妾恐怕心中一直都有心结。好好好，都依你。萧君泽，你可知罪？你这个贱人，你竟敢这样看着我！我有什么不敢？这不就是你当初看待我的眼神吗？怎么，现在轮到你生杀予夺，任人宰割，你便是不了了？贱人，这个贱人还敢嘲讽我，知不知道你害得我有多惨？我害你，萧君子，事到如今，你竟然还有脸说是我害你？当日和将军，你若是听我跟你娘的半句，你也不至于落到今天的下场。沈月柔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要不是你好命勾搭上皇上，要不然今天就是你跟野种一起还在乱葬岗。好命啊！你萧君泽又怎会知道我的苦衷？
我一个闺阁女子，若不是到万不得已，又怎会做出越矩之事？你不过是生性淫荡，又给自己找什么借口？沈月柔，你敢打我？你口口声声说我是荡妇，那今天我就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，我让你知道你究竟错的有多离谱。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他是？怎么不认识他？她是我的庶妹，也是本该嫁进将军府的人。不可能！我和你素有婚约，明媒正娶，与他何干？说，把真相都说出来。快说呀！是这样的，小将军，因为你们将军府早已没落，一腔深情又都给了宋娉婷。哦，对了，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一直跟我说看不上你，宁愿嫁去王府做妾，也不愿意多擦你一眼。闭嘴！这件事跟娉婷有何关系？请你一派胡言，让你放弃。总之，我实在是不想嫁进你们这个没落的将军府过苦日子，所以就和娘去父亲面前哀求，把姐姐推出来和你联姻。反正你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和你有娃娃亲。萧君子，现在你知道，从头到尾我嫁进你们将军府就是一场骗局。我跟你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婚约，我也不欠你什么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若是这样，你为何要嫁给我？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我的父亲独宠他的母亲，让我的母亲过得生不如死。我不过是想改变我母亲的命运，才不得不对你百般容忍，害得我成为了全京城的笑话。可是我这么相信你的承诺，苦苦等了你2年，你都杳无音讯。我给你写的99封家书都石沉大海，最终我的母亲在冬天被活活冻死，而你却在边疆跟宋娉婷寻欢作乐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……你只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或许其他人有资格指责我是一个不守妇道的人，但是你没有这个资格。告诉他，我母亲是怎么死的。那是我娘苛待你娘，不让下人送炭火，你娘不得不用厨房生火用的烈炭，便有了咳疾。当时天寒地冻，你娘要么冷死，要么得病而死，你娘没得选。还有呢？还有，你娘下葬时，是我和娘去跟父亲说，你娘身份地位不配入沈家族谱，更不配入沈家墓。父亲当时还顾及萧将军，但是萧将军久久未归，所以……别说了！就算是这样，就算是我有负于你，你也不能不守妇道，勾引皇上。勾搭！当时萧老夫人还一心挂念着你萧君泽，说我娘尸身晦气，说什么都不允我进，我被逼着只能上山求福。偶遇了陛下，那一次我差点连命都没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想知道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佛祖在上，信女沈月柔只求佛祖怜悯，能赐我母亲一处容身之所，殊途为安。
朕乃九五之尊，当今圣上，今日遭刺客暗算，多亏有你。你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明女沈月柔愿用自己的救驾之功来换得母亲应得的公道。沈月柔，朕给你个机会，要不要跟朕？萧君泽心愿宋平亭，甚至为他取边庭，我在将军府已经没有立足之地。既如此，我为什么不能为自己搏一搏呢？那时我十分相信，这机会就是神佛赐予我的，我抓住了。恭喜陛下，娘娘已有身孕。朕登基10几年，却无子嗣，她只是一方，朕怀上了。恭喜陛下，正是如此，娘娘是天生的好运体质，正合陛下。月柔，你为朕的江山立下大功，朕以封你为后，你想要什么，朕就给你什么。陛下，臣妾还是按之前说的，臣妾只想让母亲入土为安，想让父亲、姨娘、庶妹受到应有的惩罚。朕答应你。有了陛下的帮助，我让他们一家家破人，而这一切都是我博来的。若是说命和，只有我肚子里的孩子，只有他的到来，才能让我一步登天。但是你回来，你毁了这一切。萧君泽，事到如今，你对我难道没有半分愧疚吗？我或许确实让你受了委屈，但夫为妻纲，你为我受委屈，那是天经地义。我身为男子汉大丈夫，何须愧疚？你羞辱我，让我守了3年活寡，归来就要休了我，还杀了肚子里的孩子，这桩桩件件，居然说何须愧疚？沈月柔，我说了，夫为妻纲，你为我受委屈那是应该的。对，当初若非你从头做梗，嫁给了我娶的就应该是娉婷。明明是你拆散了我和娉婷，你还有脸说我拆散你们？你难道没有听到刚才沈燕秋的话吗？当初的宋娉婷根本就瞧不上你，若不是看在鸟取边疆利空，眼看你升迁有望，你觉得他会高看你一眼吗？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跟你的庶妹串通，给我下的套？娉婷是什么人，什么性格，我最了解。是吗？沈月柔，想做什么？当然是让你看一出好戏。沈月柔，你凭什么这么看着我？真是好默契的一对狗男女，连开口的话都一模一样。凭什么？就凭我是皇后，而你不过是杀害太子的罪人。什么狗屁皇后！你这个贱人，不过就是侥幸爬上了龙床，不然就凭你这个荡妇，你有什么资格坐在这儿？那也是我的本事。你若是有能耐，你怎么不爬上龙床？沈月柔，你别以为你在这炫耀你就赢了。你的夫君萧君泽
曾经不也是对你呵护有加吗？可是现在呢，他还不是我脚底下的一条狗？所以呢？所以，萧君泽是这样，皇上以后也会这样对你，我会做的比你更好，让皇上把这3000宠爱都给我，而不是像你一样做个废，连自己的孩子都保不住。宋娉婷，做人要学会知足，有这么一个少年将军喜欢你还不满足，还妄想勾引皇上。沈月柔，你现在是皇后，自然可以不痛不痒的跟我说这些话。那萧君泽说好听点是少年将军，其实还不是吃着老本，靠着父辈的功绩才走到今天。就连他在战场上的军功，不还是靠着将士们奋勇杀敌得来的？就凭他这样的男人，他凭什么征服我？若我要是有你的机会，别说将军，就连皇后之位也都是我的。是吗？所以想要勾引皇上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沈月柔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萧君泽呢？萧君泽呢？你把他怎么了？我劝你还是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吧。据本宫所知，陛下此次镇府，所有伤害过我和我孩子的人都沈月柔，不是我，杀死你孩子的人不是我，是萧君泽，你找他就好了，这事跟我没关系。你还没开口呢，谁让你动的？你的意思是让我放你？凭什么？沈月柔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杀死你孩子的人不是我，是萧君泽，你为什么非要追着我不放呢？大不了我配合你，我们一起陪皇上睡，我帮你争宠总行了吧？宋娉婷啊，宋娉婷，你真的是又蠢又漂亮，我真没想到这种事情也能被你拿出来当做筹码。你不会觉得我把丈夫让给你，我还得谢谢你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你若是想活命的事，就乖乖回答我的意思。本宫问你，这2年萧君泽可有给你写过信？写过。那他可有给将军府写？没有。宋娉婷，你是把本宫当做傻子吗？虽然他萧君泽不顾我，但是他的母亲还在。他既然能给你写，难道他就不会给他的母亲写信吗？你再不说实话的，知道下场。是写过，每月1封。可是我1封信都没有收到过。还有，我写给他这么多信，他可是1封回信都没有。有，但都统统被我给拦下来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之间的信件都被你给扣下了，切断了我们之间所有的联系。你让萧君泽觉得我是一个薄情寡义之人，2年1封信都没有给他写过。对，是你挑起了萧君泽对我的怒火，这才让他一回来就不顾一切的凌辱我。话也不能这么说，苍蝇还不叮无缝的蛋呢。要是萧君泽他真的喜欢你，又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被我给骗了？说到底，这一切还是怪他热心。萧将军，你听见了？事到如今，你的宋娉婷还在往你身上泼脏水，推卸责任，这就是你深爱的女人。现在满意了吗？沈月柔，沈月柔，你在说什么？小哥哥，你听我说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我将你当成掌上明珠，你说你在王府饱受折磨，我想尽一切办法让你抽身，不惜赶到苦寒边疆。不是这样的，你动，
竟然把我当成谢罪羊！萧君泽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他根本就看不上你，更看不上你的将军府，是你偏不信。其实今日本宫故意让你们相见，不过就是为了让你们死明白。说什么？说什么？怎么？是本宫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本宫说，你们任何一个人，本宫都不会放过。沈月柔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就是沈月柔，我们两个都已经这样了，你就不能宽宏大度点，放过我们吗？宽宏大度？你让我对你们宽宏大度，谁对本宫肚子里的孩子宽宏大度？娘娘，萧老夫人求见。哈哈哈！姑娘来救我了！姑娘来救我了！沈月柔，就算我们误杀你的孩子，但我娘这么多年对你照顾有加，也有苦劳，你不能不顾。让老夫人进来，正府见他儿子最后。吓唬我！你不可能当着我娘的面这样乱来。就是，就算你是皇后娘娘，你也不能违背伦理纲常。臣妇萧秦氏参见皇后娘娘。赐座。谢皇后娘娘。老夫人今日前来，所谓何事？娘，别扯这些虚礼，快救我！臣妇今日进宫，只求娘娘一件事。听说将军府中有一块先帝赐的免死供在宗府，若是萧老夫人拿出这个，或许本宫也无可奈何。娘，别怕他，免死金牌是先帝所赐，你不敢乱来。闭嘴！沈月柔，别得意，待我娘拿出免死金牌，看你又能如何？萧哥哥，萧哥哥，你也救救我！我以后当牛做马报答你好不好？皇后娘娘误会了，臣妇此来并非求情，家中义子犯下滔天大罪，臣妇只求皇上皇后娘娘不要顾及将军府的颜面和公序，要手下留情。娘，你说什么？萧老，此话可当真？当真。娘，你别开玩笑，快把免死金牌拿出来！有傻嬷嬷，你怎么可能不救君泽呢？娘的手都被一个人打断，你让我怎么拿？原来如此，也是，世界上怎么会有娘不疼爱自己的孩子？只不过是被伤透了心罢了。儿啊，你知道，太医说娘的胳膊已经伤及了根本，以后娘的身子会日渐消瘦。孩儿知道错了，孩儿以为你被他人蛊惑，我真的不是有心想伤你的。所以你不听娘的警告，执意对皇后娘娘出手，你以为娘伤心的是你的人打了我吗？错了，娘真正伤心的是你固执己见，刚愎自用，连累了你父亲留下的这侯门相府，更让你父亲的名声身败名裂。娘子以后在九泉之下，怎么跟你死去的父亲交代？不是，是为了重振将军府的威名，我没错。重振将军府，萧君泽，你好大的口气！现在都要仔细看看，娘这些天过的是什么日子。娘娘，这并非我们所做，但当日之事，全京城的百姓都看到了，谁都知道将军府要完了。也是，落井下石乃是人之常情，真是难为萧老夫人了，要替萧君泽承受萧家所有人的怒目。你真明白娘有多痛了吗？你倒好，一见面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，只想着让娘救你，我怎么生出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？怎么这样？怎么会？我到底做了什么？嬷嬷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！就算君泽他什么都不是，他也是你怀胎十月所生，你不能不管不顾啊！嬷嬷，萧老夫人，你莫要伤心。至于这个畜生，本宫自会帮你处置。多谢皇后娘，臣妇告辞。啊，娘，等等，你就救孩儿这一次吧。萧君泽，
萧老夫人刚才把话说的这么明，你到底是有多大的脸，居然还在安逸？闭嘴！娘，我可是独子啊，将军府的独子啊！你真的不救我吗？就当我没生过你这孽子！娘！打断他的腿！沈月柔，真的要赶尽杀绝吗？把他们2个押回大牢，明日流放至岭。什么？流放？还是岭南？那可是张庆义父毒手满地的死地啊！我不去！沈月柔，你这个贱人，你还不如直接杀了我！杀了你？那岂不是便宜你？岭南多瘴气毒虫，等你们到了那里之后，便可好好享受。不是，没法了，我不休息。不要！恭喜陛下，娘娘又有喜了。好啊，不愧是朕的好皇后。月柔，你放心，这个孩子，朕绝对不会让他出问题。臣妾相信陛下。朕还要去上早朝。月柔，你有什么想要的，尽管提，朕无有不允。臣妾谢过陛下。皇后娘娘，刚刚得到消息，宋娉婷和萧君泽已在前日抵达岭南，但宋娉婷在途中生了病，恐怕撑不了几天。萧君泽呢？那萧君泽好歹是从军之人，流放对他来说还能承受住。只是按照您的吩咐，我们的人刻意将他放到岭南一部族。听说那里人就喜欢健硕男子做滋补，对他们的蛊虫也大有注意。这么说来，此刻萧君泽已经死是不是？萧君泽，这份凄苦滋味，希望你好好品。快！恭喜陛下，娘娘诞下了一个小皇子。老奴恭喜陛下！快，传朕旨意，太子降生，大赦天下。遵旨。罪臣萧君泽拜见皇后娘娘，承蒙皇后娘娘开恩，让罪人回京。你错了，大赦天下是陛下的意思，本宫并没有让你归京之意，你还是回你的将军府。娘娘，看在以前，娘娘，不管怎么样，求你给罪臣一笔银子，否则罪臣无法支撑将军府的债务，那些债主会将臣撕碎的。萧君泽，你话太多了，退下，退下。臣明白了，臣遵旨。娘娘，萧老夫人似乎是彻底对萧君泽死了心，她直接回了娘家颐养天年。如今偌大的将军府只剩萧君泽一个人，他已经被接连催债，身子都打坏了。萧君泽完了，以后关于他的事情不用再关注了。是，娘娘。等等，还有一件事，在岭南有位将军的故事，将他请回前和将军团聚。这对狗男人就该锁死在家。